需不需要自动上链盒呢？先讲结论，我觉得不需要，我比较需要自动印钞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钟表小百科。今天这个问题呢，非常多的网友都持续不断的在敲我，一直在询问，那就是究竟需不需要自动上链盒呢？好，那我们先想想看哦，自动上链盒的功用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一个机器帮你把表每天一直旋转，不断的帮它上链，不断的帮它增加动能，让它一直维持在一个行走的状态。好，那所以说需不需要自动上链盒这件事，其实要从你的需求，还有你的收藏的手表去判断到底要不要。有哪些人不需要自动上链盒呢？比如说像我跟郭大，因为我们很喜欢一种功能的手表，叫做计时码表。那如果你收藏计时码表，通常也很多人都是收藏手上链的。那如果你是手上链的表的话，其实就不需要自动上链盒，因为根本没有用。好，那或者是呢，比如说像我一样，我其实没有太多只手表，就算我轮着戴，一天换一只的话，它其实都还是维持一直行走的状态。所以这样的情况，我就也不太需要自动上链盒。好，那再来或者是像郭大好了，因为他的表太多了，他需要太多自动上链盒，而且有的表他根本就很久才会戴到。所以他就只要戴到的时候再拿起来上一下，因为也不是多麻烦的事情。好，那还有一种人也不需要，就像我跟郭大就觉得，就算我要戴的时候它停了，我觉得调时间啊，帮手表上链，顺便清洁一下、擦拭一下、把玩一下，那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赏玩乐趣。所以有以上这种行为或者是习惯的人，就会比较不需要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自动上链盒的出现？还有为什么会有人需要它呢？比如说，假设你有万年历或者是月相这种手表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比较需要，因为万年历啊，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你不用在大小月或闰年的时候调校，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你要让它一直处于行走状态，不然如果你万年历一旦停了，而且万年历的调校也比较复杂，所以它一旦停了，跟你实际的日期有落差之后，你需要去调校就会稍微比较麻烦，稍微会有一点觉得没有发挥到它的功能，或者是月相，它也是需要持续行走的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万年历月相都做快调按钮，所以调校也很方便。但是如果你想要随时拿起来，它就是在对的时间，还有可以完整的发挥它的功能，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每天佩戴，或者是你根本舍不得佩戴之类的，你可能就会需要自动上链盒来帮你维持它一直运转。好，那再来第二种就是不管表多表少，有的人就会觉得便利性非常重要。当他今天想要戴这只表，他想要抓起来拿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是在动的情况，戴在手上马上就可以阅读时间啊，不用再去额外做调校，可以直接使用。这时候就会比较需要自动上链盒，因为你需要让它一直维持在行走状态嘛。那再来还有一种就是爽，没错，就是爽，就是我就看它这样一直转，其实也蛮疗愈的啊。然后它也可以帮我的手表上链啊，随时都可以拿起来戴啊，就看得高兴啊，这样也可以。而且其实自动上链盒也是一个保存表很好的方式以外，观赏性也是蛮好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爽，就买吧，推坑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也很关心的，就是保养。那因为如果你的表啊放在自动上链盒，会有人觉得会不会损耗的比较快？其实大家可以去想，自动上链盒的功能其实就只是代替你把它上链盒，就等于你每天在佩戴行走。所以说，如果要说损耗的话，损耗稍微快一点的应该就是自动盘，因为不管你是不是自动上链，其他的零件只要是行走状态都不会差太多。但是当你放在自动上链盒上一直转的时候，行走最大跟使用率最高的就是自动上链盘嘛，因为你的自动盘会一直转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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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转嘛，所以那个损耗就可能会比较大，你可能就会需要稍微缩短一点点，但是也不会到很夸张，其实就一点点的保养周期，你可能就是要再去帮它上个油这样而已。那其他的损耗其实基本上是不会太大的，所以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。好，所以啊，需不需要自动上链盒这件事情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看个人的使用状况，还有你的习惯。所以当你在思考你要不要买自动上链盒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到你的收藏状况，还有你的使用状况，再去想一下说，我到底需不需要？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觉得看得很爽，那你就买吧。这一切都是看个人的口袋深度。
当然，自动上链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有趣的功能啊，或什么的。其实买来玩玩，那也是玩表的乐趣嘛。因为自动上链盒其实也算是一个配件嘛。那玩表除了玩表本身，配件其实也都还蛮有趣。比如说手表架，像我们上次郭大有教我们怎么简易收纳嘛。但是也会有人就是想要买表盒，或者是像我有买一个老管家在家里放表，看着觉得很疗愈、很可爱，这样也 OK 啊。所以其实买不买，真的自己高兴就好，就跟玩表一样，自己高兴就最重要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